奉行的反套路剧情，主打一个意想不到，女主护膝院身受重伤，没有夸张的吐血和各种慢镜头，以及放大痛苦的表情，有的只是女主目光中的坚毅。本王在此，请以休想损夫人一分为言。被火球攻击时，心里甚至想的是：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境，不消一日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而男主作为3界唯一的上古神，一挥手就足以让满天的火势化为灰烬。也正是这一幕让神的形象演得具象化，下一秒女主就因体力不支摔下屋檐，只不过这摔落的姿势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而且是确认安全后才终于让自己卸力，硬生生的滚下屋顶，心里已经预判着要抱着转圈圈，但没想到男主只是轻轻一扶，借力支撑女主，不服输更不会卖惨。男主向女主坦白，女主在凡间动情那个人就是自己，而自己的身份并不能动情。于是女主说男主之前的做法根本就是在勾引别人。下一秒男主发出灵魂体悟，你这些举动根本就是在勾引人啊！你被勾引了。女主对男主说想吃鱼，于是男主乘着小船去东海撒网，没想到老龙王收到消息后，直接开始了自己的企业级礼节。真君他亲自撒网，那他总不可能是捞2条小鱼小虾吧？去把神君王里那些不成气候的玩意儿给我弄出来，换成这些奇珍异宝，让神君爱挑什么就挑什么。这不好。无功而返的男主回到小院后，受到了女主的嘲笑，于是第2天直接去了海底。结果老龙王又凭实力，再一次会错了领导的意。您看这条怎么样？炖着好不好吃？男主化身黑皮渔夫为女主疗伤，而此时芙蓉君也寻了过来。芙蓉君得知女主没事后，半信半疑的决定去看一看结果。网友看到他俩变身渔夫的画风，更是直接发出锐评，一个是千年生抽，一个是上锅。男主带女主找金娘子疗伤，两人不经意间提前对方的年龄，而女主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误伤到了一旁的男主。反应过来的女主急忙说话找补，结果越说越不对劲。此时女主绝对是赵丽颖本色出演。画下杀手都在行，但安媚人这一伤，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。我是说你的原界，你不说没人能看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芙蓉君看似是最纨绔的仙君，逃到凡间想过快活日子，可没想到遇到了充满瘴气的城，天天进化，最后变成了这样。芙蓉君还说自己一个人进化了一座城，以为女主听到后会表扬他，结果没想到真拯救一座城。芙蓉君的姐姐问他女主和男主是什么关系，见弟弟支支吾吾不说，于是他直接把弟弟砸昏翘起来。你不说，姐姐就把你脑袋撬开。看着弟弟的回忆录，姐姐一个一个仔细分析。这个时候神君就已经开始帮史雷做主了呀，还专门挑那些虐心片段看。我也说，适合去这样的女壮士玩笑，这种家伙哪有半点弱小，惹人怜惜的女人味？有，他有。有，他说有。中间弟弟有意识了，可他这边信号不行了，于是简单的几个动作，他直接又把弟弟打晕。上一次这么演我的还是公子府里面的丫鬟，成功演出了当代人打工现状。不得不说这精神状态太美好了。谁是为了他撑住啊？你又要克拉斯，我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你就要5S。大公子对手下发脾气踢翻脚盆，而脚盆里的水不小心溅到了丫鬟身上。此时丫鬟的表情是这样的：买了本公子明天亲自去会会他。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克拉斯。在凡间的男主着急下线切大号，而女主硬是给他镀了500年修为，硬控了男主30年寿命。往后的日子，你的死难难以。